从来没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，独自在野外建造豪华木屋，内部设施不但一应俱全，还有温暖大气的壁炉取暖做饭，甚至还修建大坝搭建水渠，通过自制水力发电机成功进入电气时代，真正的把荒野生活过成了诗。一场暴风雪过后，森林被皑皑白雪所覆盖，山姆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吸引住，决定就在这建造一间木屋。于是抡起铲子就开始规划地基。为了防止被大雪掩埋，地基必须要垒得足够的高，这样还能更好的防寒防潮。得益于在工地混了2年半，山姆拉线砌砖的技术已经手拿把掐，很快就将地基全部给修葺完成。虽然此时的雪是越下越大，但比起夏日40多度的工地，这简直就是一种享受。在开始搭建木屋底座之前，山姆先给方木底部钉上一块木板，然后再拼接起来构建出底座的框架，底部的木板就起到了支撑托梁的作用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山姆这小子在建造方面的确有点天赋。接着他又锯来一些木板，直接铺设在托梁之间，对底座进行密封。山里的冬天异常寒冷，保温措施就必须要做到位。只见山姆从二大爷家捡来一堆木屑，均匀的填充在底座之间。这种材料不仅天然环保、经济实惠，保温效果也是相当哇塞。完事后就可以拿来木板钉在上面，对底座进行密封。由于山姆没有砍伐许可证，即使周边遍地是建材，他也不敢轻易下手，只好动用超能力采购来现成的木材搭建。他先将原木铺设在底座的2边，作为第一层的墙体。为了让墙体环环相扣，相交处还需要精准测量之后，再砍出相应的凹槽。安装上去之后就能牢牢卡住，不会跑偏。缝隙内先钉上一层保温棉，墙体之间再用自制的销钉紧密相连，这样就能保证墙体之间严丝合缝，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。随着冬雪开始消融，山姆已经把墙体搭建到了半人的高度，并把门框以及窗框都给支棱好了。严谨的他依然非常严谨，对每一处细节都要精准拿捏。随着墙体达到预定高度，继续拿来原木架设上去，构建出阁楼的托梁。完事后就可以拿来木板铺设2楼的地板。由于这些木板都是统一加工裁切好的，铺设起来就非常的简单，只需平铺上去再敲入钉子固定即可。转眼间森林就变得绿意盎然，山姆换上了一身清爽的装备，继续2楼墙体的搭建工作。依旧是熟悉的配方，不过随着技能熟练度的提升，这些细节就被他拿捏得更加精确。考虑到爬上爬下的有点麻烦，他还用木板手搓了一把临时木梯。为了能够零距离的亲近大自然，山姆不仅在1楼预留出一个超大的门廊，2楼还要设置一个宽敞的阳台。就这配置在野外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。随着墙体搭建完成，终于可以开始构建屋顶。只见山姆先在方木上锯出菱形坎槽，这样就可以将船子牢牢卡紧，从而构建出人字形的屋顶框架。其余的船子也是同样的按部就班。有了船子作为参照，就可以将搭建山墙的木材事先加工好，这样在安装上去时就会简单便捷许多。当然，这也需要有足够的技术做支撑，否则很难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。为了方便后续屋顶的搭建工作，山姆还在木屋2侧搭建出临时脚手架，然后就可以掏出祖传手锯，将船子多余部分给全部咔嚓掉。接着就可以拿来木板对屋顶进行密封。屋顶的防水工作更是简单粗暴，直接铺设一层彩钢瓦即可。这看似简单的工作，实则一点也不难，只需对其拼接好，然后拧上防锈螺丝钉固定即可。边缘再钉上铁皮包边，山姆的木屋终于喜封金顶。为了提升木屋的颜值，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完善。首先就是要将门前突出的原木给统一削平整，毕竟门面这块还是非常的重要的。为了以后在赏景时更加安全，给阳台安装好结实的护栏就非常的有必要。
接着山姆又拿来2根原木，支棱在阳台底部，对整体的结构进行加固后，就算在上面唱跳 rap 打篮球都不成问题。完事后再给门廊加装上护栏，现在这木屋的主体结构就算搭建完成了。为了更方便后续的装修工作，山姆决定先在一旁搭建一间工具房，这样在加工木材和手搓家具时就会便捷许多。只见山姆先将砂浆给搅拌均匀，之后便开始沿着基坑开始修砌。就这一套放线修砌的动作，一点也不输专业泥瓦匠。水泥砖底座很快就修砌完成，等待稍微牢固之后，便可以拿来木材开始搭建。首先根据地基的大小把框架构建好，而后就可以支棱起来固定在底座上。由于车间是单坡式屋顶的设计，前面的框架会高出许多，这样既可以方便平时的工作，还可以有利于屋顶的排水。用木板将框架临时固定好之后，便可以开始搭建屋顶船子。虽然工具房的搭建要比木屋简单许多，但严谨的山姆并没有半点马虎。船子的两端一定要锯出相应的斜度，完事后才继续拿来木板搭建屋顶的领条。3个人的感情太拥挤，但是三角形的结构却最为稳定。深谙此理的山姆先给框架进行加固之后，就可以拿来胶合板对后墙进行密。为了方便摆放工具，山姆还在墙上钉出了2排置物架，接着继续搬来水泥砖，在中间垒砌出一个地基，而后就可以开始搭建工作台。虽然只是一间工具房，但颜值方面山姆也是非常的重视，必须要对整个框架进行一番精心的装饰。由于山姆新家附近没有电网，所以他特地淘来了一套手动机器。首先将启动装置和飞轮固定在事先浇筑好的底座上，通过脚踏就能把机器踩得呼呼作响。完事后再拿来其余的配件进行组装。一番操作下来，就得到推台锯的动力输出。接着山姆又趁我们不注意，给车间铺设上了彩钢瓦，并给裸露的原木都刷了一层防腐漆。最后再将台面以及锯片给安装到位，一张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搅动推台锯就制作完成了。接下来山姆终于开始木屋的装修工作，首先就是先把门窗给落实到位。只见他先拿来卷尺对窗框精准测量，而后就可以对方木进行裁切。有了机械的辅助，可以很轻松的在方木上锯出卡槽。在安装上去之前，还需要先给窗户框架刷上一层灰色的油漆。在等待油漆干燥的时间里，山姆也没有闲着，他根据窗户框架的大小，将玻璃给裁切好。之后就可以把玻璃给一片片的安装上去。扣到墙上之后，再给四周钉上精美包边。经过一番折腾，一个超大的落地窗就算制作完成了。有了制作第一扇窗的经验，另一扇窗户也是如法炮制。为了更直观的欣赏室外美景，山姆同样给大门也要嵌上玻璃，而后再通过导轨给安装上去。转眼间森林再一次被白雪覆盖，为了防止冷空气从门缝进入室内，山姆把门板拆了下来，给边缘贴上胶条，重新安装上去之后，就能达到密不透风的效果。为了能早日住上新家，山姆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对阁楼进行密封。由于他在2楼设置了大阳台，所以需要预留出出入的大门。虽然门框的形状有点不规则，但好在山姆的技术过硬，依然能够拿捏出契合的门板。最后再将2侧的窗户也给安排好，木屋的基础搭建就算完成了，并且他的新家还迎来了新成员。接下来就到了室内装修的环节，第一步自然就是先把壁炉给安排上，毕竟野外没有暖气，取暖做饭就全靠它。而后再手搓一套桌椅，干饭的时候就会方便许多。为了增加储物空间，山姆还在入户门旁安排了柜子和吊柜，而这些家具无一例外，全部都是他一点点手搓出来的。这家伙除了不会生娃，简直就是全能的存在。由于之前这个临时木梯实在影响美观，山姆决定制作一个旋转楼梯，于是拿来一根粗壮的原木支棱起来作为承重柱，然后再沿着立柱凿出相应的卡槽，就可以把裁切好的楼梯踏步给安装上去。虽然这个楼梯的结构非常简单，但200多斤的山姆走在上面也是一点问题没有。楼梯底部的空间也不能浪费，
只需将原来的狗窝稍加改造，放置在楼梯下面，简直堪称完美。不过看来狗子更喜欢待在壁炉下方。经过1年多时间的搭建，山姆终于成功住上了新家。于是他决定制作一顿大餐好好庆祝。往面粉里打入2个笨鸡蛋，然后注入酵母和温水搅拌均匀，揉成面团之后装入铁锅中。由于天气比较冷，为了加快醒面的时间，他把面团放置在靠近壁炉的位置。在等待期间，山姆先把秘制酱料给调配好，而后再给坤坤身上扎上无数个孔，方便入味。接着就可以抹上调料腌制。等所有工作准备就绪，就可以将面包和坤坤一同放到壁炉内烘烤。经过81分钟的等待，美味终于出炉。虽然看着卖相不咋地，吃起来味道的确不咋地，但还是把狗子一家给馋得不轻。而接下来为了能够住得更加舒服，山姆将继续完善阁楼，以及打造一套水力发电系统。屋旁的溪流还没解冻，正是修筑大坝最好的时机。山姆找到了溪流最窄处，先用卷尺对宽度进行精准测量，这对于大坝尺寸的计算至关重要。之后便可以开始挖掘安装支撑梁的卡槽。随着气温上升，冰雪消融，溪水潺潺，山姆拖来一根粗壮的原木，卡进挖好的坑洞内，并将周边的泥土给夯实，而后又搬来一根继续往上叠加，形成大坝的横梁。有了坚固的支撑，山姆继续拿来加工好的木板平铺架设在横梁之上，从而构建出大坝的主体。为了防止溪水从木梁之间的缝隙渗漏，山姆还要在上面撒上粘土，尽可能的堵住木梁之间的缝隙，这样的水坝底座就搭建完成了。为了能把水引流回家，还需要搭建引水渠。只见山姆拿来木板拼接起来，制作出水槽。为了增加水槽的坚固性，每隔一定的距离还要钉上方木框架进行加固。经过一阵敲敲打打，一节超长的水渠就制作完成了。其余的也是同样按部就班。严谨的山姆会仔细的检查每一个连接点，确保所有的部件都正确固定，以免日后在衔接时发生错位。随着几个水渠的制作完成，山姆开始将它们扛到溪边进一步组装。由于地形崎岖，为了在架设水渠时能达到水平，就需要因地制宜地搭建出支撑的框架。为了使框架更为牢固，山姆充分地利用了三角形的稳定性。经过半天的努力，终于将第一阶段的框架搭建完成。再把水渠给架上去后，为了更加牢固，上面还要钉出三角形框架，构建出垂直支撑，可以更均匀地分散重量，防止随着时间推移而下沉。有了经验之后，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就简单许多。接着山姆继续拿来木板，在水渠与水坝之间制作出一个适合的排水通道。严谨的他对每一块木板都经过精准测量和切割，确保没有漏水的缝隙。固定好水槽底部之后，才用木板安装侧壁。为了增加灵活性，引水槽还需要增加一个升降装置，通过钢丝与摇杆相连接，只需单手就能调节取水槽的高度。随着水坝的建造完成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为水轮准备场地。只见山姆抡起铲子，在屋旁刨出一个宽敞的基坑，他仔细清理坑底的碎石和泥土，确保底部的平整，随后便可以拿来水泥砖修砌蓄水池的墙体。为了防止水从底部渗漏，还要拿来一堆不要钱的石板铺设。接下来就是最考验技术的水轮制作。首先在方木的中央凿出卡槽，将木板拼接起来，找出中心点之后裁切成相等的长度，而后就以此为框架钉上木板，制作出轮盘。给铅笔绑上绳子作为圆规，在轮盘上画出标记线，就能加工出规整的圆形轮盘。继续如法炮制，制作出另外一个轮盘。完事后就可以拿来钢管，把两个轮盘组装起来。这就是水力驱动最重要的部件。最后再给内部安装上重要的木板。这个水轮就算制作完成了。为了能把水轮给安装上去，还需要先搭建出一个坚固的底座。不过这对于山姆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随着框架完成，山姆才小心翼翼地把水轮给安装上去。再把最后的水渠给搭建好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安装电机的部件。等所有工作准备就绪，山姆来到水坝，将导水槽给降下，溪水立即顺着水渠缓缓而来。随着水轮开始飞速转动，山姆的新家终于成功进入电气时代。为了能睡得更加舒适，山姆还自己用木板手搓了2张单人床，通过阳台搬运到阁楼上。
安置在通道的两侧，一张自己睡，一张给嫂子。为了提升居住的安全性，楼梯旁还要加装上护栏，这样就不会担心有坠楼的风险。最后再给安排上一个精致的床头柜，他的新家就算建造完成了。接下来就到了最愉快的干饭时间。山姆先把土豆、胡萝卜等切成薄薄的厚片留着备用，然后再拿来牛肉切块。等待腌制入味之后，就可以把所有食材都放到瓦罐中，最上面再撒上一层香料，扣上盖子，裹上锡纸，便可以放到壁炉内烘烤。经过81分钟的等待，一个荒野版佛跳墙就算制作完成了。揭开盖子，香气立即弥漫整个森林，好吃到抽耳光都不放手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山姆就在狗子的陪伴下睡了过去。